这牌是2000、4000，我在 hijack 位 raise A10不同花，然后 raise 到8000，CO 跟注，大盲跟注，然后翻牌是 A36，怕有3万。这个时候呢，盲注位 check， 然后我这边选择 check， 我觉得我的 A10在这边可以混为一个 check 的策略，我觉得非常不错。然后我 check， 第二位也 check， 然后转牌来一张梅花 J， 这个时候底池3万嘛，大盲打了一个12000，我认为我的策略 A10的话，应该就是永远只有选择跟注，然后 CO 位也跟注，合牌是一张红桃五就是说一个正门花红桃五，底池66000。然后大盲做了一个，我觉得是阻挡下注16000。那底池66000，它下注16000的话，大约是1/4个底池。反正我跟注，然后重点是 CO 位也跟注，大盲开了一个。Hello， 大家好，小 P。刚才呢，飞本购第5名出局大约是在6点。威尼斯人6点40分有一场保底，忘记200万还是250万最大比赛。同时呢，Win 也有这个 Mystery Bounty 就是好几个 flight 的 Mystery Bounty。今天是第一个 flight。那根据我之前讲的这个最多场次报名的原则呢，就是先从截止买入开始报名。所以我去打了这个威尼斯人的1000，当然我是最后买入，因为晚餐结束6点40，6点30分到，报名上桌。第一手牌在 hijack 位加注，然后 button 跟注，小盲跟注，大盲 all in 18000，这个时候盲注是500、1000的，他那个 all in 12个大盲，那我是起始筹码，我25000是16、17个大盲，我是 AK 同花，当然我就 all in 想半天，我想说后面 button 盖牌，我想小盲在想，那小盲有什么可以想？然后小盲想一下跟注，就小盲是 QJ 同花，大盲 all in 的是 A10 不同花，大盲 all in 的 A10 不同花，我觉得合理啊。但小盲这个扣3000，然后再扣一个25000的 all in QJ 同花，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呢，反正就是翻牌开2个10，所以呢，我输了 main part 给这个 A10嘛，但是我从这个 QJ high 呢身上赢到了7000筹码的翻倍，就14000。然后再下一把，我在 low jack 位，然后不到10个大盲嘛，就14000。那 AJ 不同花 all in， 然后有人扣，是 QQ， 对，玩2把牌就挂了。然后呢，现在看到没有，走进来有 Win 我最爱的神秘猎人赛，好不好？今天是第一个 fight， 现在准备去报名。好，那就先这样，大家拜拜。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回顾一下我今天打了什么比赛。中午的时候，我们去拍摄戈登汉堡。然后下午呢，去参加了这一场 Mystery Bounty。Mystery Bounty 的话，就是今天是第3个 flight，明天是最后一个 flight。今天参加的时候没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上桌起始筹码一直掉，然后就一直没牌，然后就很自然的死亡，可以这样讲。最后一手就是短筹码，然后推了一个 K9 同花，然后输给别人。那我觉得打牌的时候，很多人会说，运气不好的时候一直没有牌，然后盲注一直上升。但是其实这个是在锦标赛中迟早会发生的，就很有可能会这样。你有可能一下子没牌，然后一下子一直来牌。所以我这边这个 Mystery Bounty 出局之后呢，我现在人在 Paris WSOP 参加这一场3000买入6人制锦标赛。那我上桌的时候呢，只有不到20个大盲，因为我是最后买入嘛。然后呢，第一把就 AQ， 然后别人加注我就直接 all in， 不到20个大盲，然后对方弃牌，留下一个底池。4万多打到接近5万，过2手牌呢，有一个短筹码 all in 3万是10个大盲，我拿 Ace Queen， 又拿 Ace Queen， 然后我又跟注，他是 Q9 同花，然后我又从他这边赢到8万的筹码，总共8万3万就是加我的5万变8万，然后过不到一圈，桌上筹码最多的玩家 Race， 然后我直接 all in 8万左右。20几个大盲，然后我是 Ace King， 他是 Ace Queen， 然后我又直接又翻倍，所以我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我筹码呢从4万起始筹码变成16万，打牌就是这样你看我今天下午在这个 Mystery Bounty， 基本上一把牌都没有，都不想可以玩的牌，然后就很自然的出局。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突然就牌很多，所以这就是在锦标赛算是波动里面的一部分就是有时候都有好牌，有时候都不会有好牌。但我觉得还是看根据这个筹码量跟实际的状况去进行游戏不会说因为特别有牌或者特别没牌就怎么样。现在这个休息呢是截止买入，那我很确定的是至少不用重买因为现在已经关注册，然后我有16
16万的前意识筹码。这场比赛是30分钟的结构，所以算是比较快。现在是第13个级别结束的休息，预计会打到21个级别，也就是再打8个级别，8个级别是4个小时，现在是10点，也就是说打完的话应该是会接近2点。进 Day 2，今天的话应该会进入前圈哦。如果没有意外的话，我觉得再过2个小时应该会进入前圈。对，我觉得手牌就非常明确了。刚刚2把 AQ， 1把 AK， 有牌的时候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说等一下有什么战况再跟大家更新，那就先这样。拜拜。那我们现在在另外一个，应该说是今天的最后一个休息哦。那我刚刚上一个休息的时候呢，大约有打到20万左右的筹码，然后拆桌的时候是2400，然后我到新的桌子的时候呢，发生一手牌翻牌前的 all in。那这手牌呢是我在小盲2400的盲注，然后大盲剩下6万6。大约是16个大盲，那我是 A6， 我比他多嘛，我20万，然后我拿 A6 选择 all in， 然后大盲是 AJ， 他跟了，然后他赢了，然后这手牌我从20万输了6万多之后，大约剩下13万，然后来一手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手牌，这手牌是2400，我在 hijack 位 raise A10 不同花，然后 raise 到8000 ，CO 跟注，大盲跟注，然后翻牌是 A36， 怕有3万，这个时候呢盲注位 check。然后我这边选择 check， 我这边选择 check 的原因是因为 CO 位范围其实有蛮多AJ 甚至是 Ace Queen， 我觉得我的 A10在这边可以混合一个 check 的策略，我觉得非常不错。然后我 check DO 位也 check， 然后转牌了一张梅花 J， 这个时候底池3万嘛，大盲打了一个1万2，我认为我的策略 A10的话应该就是永远只有选择跟注，然后 CO 位也跟注，合牌是一张红桃五就是说一个正门花红桃五，底池6万6。然后大盲做了一个，我觉得是阻挡下注1万6。那底池6万6，他下注1万6的话，大约是1/4个底池。那我认为他这边还是很有可能会有一些 A7、A8、A9，我觉得有机会我觉得是有机会是一些比我更弱的 A。反正我跟注，然后重点是 CO 位也跟注，大盲开了一个1对3中3条3，所以我输了。那 CO 位当然也输，所以我们2家都输了。这手其实我没有输很多我觉得算输少。如果我翻牌下注，很有可能只有30个大盲，不一定会输光但是如果他翻牌 raise， 我会扣转牌再打，我会跟。那我觉得合牌就蛮难的。那合牌开红桃五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打到合牌的话，其实我很有可能不会跟注，但是输的一定会比较多这手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因为3人底池，所以还不错。3000、6000的时候呢，我输了一个还蛮大的底池就是我打到17万，然后这手底池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在 button raise 一个86黑桃，3000、6000我 raise 在1万2，大盲跟注，然后单挑底池，翻牌是246，大盲 check。我这边选择了一个混合策略的 check， 原因是因为这个翻牌其实对大盲非常的有利。那我觉得我 check 一些顶对是可以保护我整体范围，然后 check 底池3万3 check， 然后turn来了一张红桃 A， 也就是说2个梅花2个红桃，然后他又 check。我觉得这时候是一个混合下注，我不认为它还是会有一些随机的什么10J Q10我可以下注来保护我的顶对，所以我下注了一个1万5。这个时候对手 raise 到4万5千，我觉得我翻牌slow play 的这个顶对没有打，我觉得我的6，我的 A 在转盘面对 raise 应该都是要抵抗，那我就扣了4万5。然后合牌是一张梅花7，就是一个正门花，然后他 all in 我。他 all in 我的话，大约后面剩下9万5然后底池大概约12万多 ，all in 9万5。我想一想，其实我有很多更好的 A 可以跟尤其是 A10以上，尤其是带梅花，所以我觉得这个6这个中队是一个弃牌。这手牌的话就是输了一点筹码，所以就是弃牌，然后输了大概剩下9万多。过了几手牌之后呢，大约剩下8万3。然后 hijack 位 raise 1万3，我在小盲位拿了1对9，那只有15个大盲不到嘛，然后我就 all in， 它是1对 Q， 运气不错，翻牌中了一个9，筹码翻倍。这手翻牌前99的筹码翻倍是228个玩家剩下203个前圈，所以这把牌其实非常的关键如果没有过的话，就是前圈就跑下。筹码翻倍到16万多，然后还有一把牌呢，就是对上刚 check raise 我的这个大盲，我在 bottom 位 raise， 然后 Ace Queen 大盲位他跟住，翻牌是 Q65 2张黑桃，底池3万3这时候呢，他 check 我选择持续下注1万1，他直接 all in 我13万7千然后我是 Ace Queen 当然跟住，他是 K3 黑桃，他买黑桃，然后我的筹码就从他这边翻倍到30万，现在是 bubble time， 然后我就疯狂 all in， 然后我现在大约有50万的左右的筹码，疯狂 all in， 然后一直抢嘛。那休息剩下40秒，就讲到这边，晚点再跟大家做一个战况回报，就先这样，大家拜拜。回到这个赛场
刚刚我以为是最后一个休息，结果没有，现在是凌晨2点啊，现在是最后一个休息，然后也是换筹码啊。等一下的盲注呢会到1万2万啊。刚才的话一回到赛场的时候，刚好是泡沫阶段，203个钱圈，然后现在剩下90几个人，再打1个小时，也就2个级别呢，就会结束今天的 Day 2。那等一下如果是1万2万的话，我的筹码其实大概只有40万。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发生了哪些手牌好了。好，那我从我刚刚讲完的手牌开始我回去的时候是5100万啊。这手牌我觉得蛮精彩的这手牌呢，我有50万的筹码，然后呢对手大约有30万，那我在bottom位加注18不同花，然后 raise 到2万，然后大盲位跟注翻牌是 QQ4， 然后底池5万5，我这边持续下注一个1万8，我认为对上大盲很宽的范围呢，这个持续下注肯定是正确的。然后对手跟注，这转牌来一张梅花 J， 那这个时候我多了一个卡顺，那我觉得如果说我要再转牌有炸胡的话，18、90、K10， 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炸。那炸胡可以炸胡要什么手牌？我觉得对手的4很有可能会弃牌或者是一些 S high、K high 都有机会可以弃牌，甚至是一些同花买牌，我觉得他也有可以考虑弃牌。然后我选择下注4万5，底池9万1，我下注4万5，对手跟注。这时候合牌来了一张梅花 K 无关紧要，也是彩虹面，底池18万1000左右，对手 check。他的筹码量呢，大约剩下24万，底池18万1000，他大概剩下23、24万，差不多。然后他 check， 这个时候呢，我选择 all in。那我觉得我的手牌范围会是这样子：如果我今天 A10或是90我一定是 all in。如果我今天有 Q 或者是 QJ，或者是 JJ， 或者是 KK， 或者是 KQ， 基本上我的 full house， 我的顺子合牌都会选择大尺寸的下注，至少 full house 会。我觉得顺子的话可以考虑小尺寸下注，但我觉得基本上它的范围里面如果有 Q 的话，大部分也都不会是 full house， 因为 KQ 跟 QJ、QQ、KK 这种基本上翻牌前都会3次下注，所以我会认为对手还是很有可能潜在一些手对甚至一些4的手牌。那他甚至很有可能，如果说买同花中了一个10J 带方块，有可能转牌中个 J， 他合牌我觉得也都很难继续。所以我觉得这个炸胡呢应该是不错啦，反正我当下决定炸，然后我 all in， 然后他想超久，我想说哇靠超紧张，我想说马上要被抓了，所以他想一下之后他还是弃牌。如果我今天18这边不炸胡的话，基本上我觉得我的手牌，当然我可以选2张方块的炸胡的手牌但其实我觉得有这种手牌范围的炸胡算是不错，毕竟90就不是炸胡，90是顺子，所以我觉得18或者2张方块，我觉得算是一个不错的炸胡。好，反正这个 all in 炸胡有过然后我猜桌猜到一个另外一桌的时候，反正有一手牌我觉得应该也是蛮有意思吗？跟大家讲讲看这个时候是6000、1万2，然后我在小盲我有蛮多筹码的，然后我是 K7 同花，然后大盲是一个职业玩家，一个西亚人，然后他 all in 19万4000 ，19万4000是16个大盲，然后我这边是 K7 同花，我认为我这边跟注的范围 K7 同花 K8 不同花应该是一个边际，那我没有想多久就扣了，我觉得看得到更多，比如说10J 更弱的 K， 我觉得都会潜在，甚至是一些炸就会潜在他的翻牌前的范围里面，所以我很快的跟注。那是 A4 不同花，那我翻牌中了7，那转牌被他中到 A， 反正就是输了一个19万给他，那我觉得都还不是太大的问题。然后这手牌之后呢，来了一个很疯的玩家，我3次下注炸胡他翻牌前，然后他跟注，然后反炸胡，还开给我看，一个打很凶的玩家，然后我刚好都没中牌。有的时候就是你炸胡没有过，或者是你刚好炸胡错了，我觉得就是反正总是会发生。反正对上一个对手，我原本从50几万，然后打到最惨的时候掉到20几万。然后我刚刚翻牌前，这个时候是8000、1万6人桌有一个玩家在 low 价位第一个位置加注，然后我有18万多、19万，12个大盲 AJ 我 all in。然后他的 A2 同花跟我觉得这个 A2 同花跟我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糟，12个大盲，然后他是 low jet， 我是 high jet， 我觉得他应该至少要跟到 A8 同花以上才会考虑吧， A10 不同花 A8 同花以上应该才会考虑，他跟到 A2 同花我觉得是非常的糟这很正常嘛，就是因为这些玩家会打得非常的糟，所以我们才有钱可以赚这把牌呢让我成功的又打回到40几万，那40万呢现在大约是我说了嘛1万2万，然后休息时间还是要2分钟。我觉得这场比赛平均来说会比
较强 ，WSOP 很明显比较弱的，大概就是2000以内，我觉得都会明显弱。那我觉得3000、5000跟1万呢，一定还是会有比较弱的对手。但是通常来说，这种买入的也会比较多职业玩家或者是 GPI 前100，像我们这种。但不管怎么样，这场报名人次有1300多个啊，所以就算是有很多会玩的，一定还是有很多不会玩。所以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至少今天都是有钱圈，然后现在剩下20个大盲，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嘛。打比赛，这几手牌有趣的手牌呢，我都会持续的记录，然后跟大家做分享。如果说大家想要看到类似的手牌，或者是你觉得我刚刚讲的那些手牌你有疑虑啊，或者说你想要知道电脑软体怎么样做的话呢，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好，那剩下1分钟，我差不多要走回到位置上，然后继续这个比赛，大概就是这样，晚点见，拜拜。